你为了活下去，在直播间10分钟写出了神曲《暮色回响》，震惊了亿万观众，也让80亿小黑子泪洒当场。你本是一名平凡的音乐爱好者，一不小心穿越到了平行世界，还意外患上了绝症，但却激活了写歌续命系统，收集他人故事可解锁相应歌曲，歌曲的传播程度可提高自身影响力，而1万影响力就能增加1天寿命。于是你没有丝毫犹豫，走到电脑桌前，打开直播软件，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说出你的故事，我为你免费写歌。而此刻，另一边的歌手陈芋汐颓然躺在沙发上，客厅灯光映着那张略显憔悴的脸。作为一名歌者，他报名了歌手这档综艺节目，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事业更上一层楼。可几场比赛下来，他非但没展现出实力，反而因为紧张和失误进入了败者组。3天后如果再输，他就只能黯然离场。他有些心灰意冷地拿起手机，漫无目的地刷着。忽然，一个特别的直播间标题映入眼帘：说出你的故事，我为你免费写歌。陈芋汐指尖停顿，这年头还有免费写歌的？怕不是骗子吧？但很快他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写不出什么好歌，试试又不亏，于是点开了连线。你看着连线请求出现，点了同意，紧接着屏幕上便出现了一张女生的脸，五官精致，气质出尘，纵然略显憔悴，也难掩绝美容颜。你愣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平静，用尽力气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你可以开始了。陈芋汐看着屏幕上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微微有些惊讶，看起来像得了某种重病，心中涌起一股莫名情绪，或许是同病相怜，又或是其他原因。他没急着开始分享，而是先刷了波价值1000元的礼物。随着特效在屏幕上绽放，原本只有个位数的观众开始缓慢增长。这女主播长得真好看，比那些网红脸强多了。男主播这是生病了吗？这还能坚持直播也是不容易啊。弹幕开始零星飘过，直播间里渐渐热闹起来。我和小月从小一起长大，她一直想当歌手，而我想当警察。我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做着关于未来的梦。她有一副好嗓子，唱歌特别好听。我说她以后一定能成为大明星，她总是笑着，那你以后就要当保护我的警察姐姐。我们约定好一起努力。高3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们正在上课，班主任突然把小月叫了出去。我当时也没多想，只以为是普通谈话，后来才知道小月父亲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了。我无法想象那一刻小月是怎样的心情。后来他报考了公安大学，告诉我说要替父亲完成未尽的心愿，而我考上了音乐学院，替他完成梦想。我们都在对方的路上继续前行。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首都北漂。有一天，小月突然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是他继承父亲警号的仪式，他哭得很伤心，说那一刻感觉父亲又回来了。当我再次见到小月，是在葬礼上，他为了保护群众，被歹徒连捅13刀，警号030581永久封存了。可我真的好想他。说到最后，陈芋汐已经泣不成声，直播间里弹幕静默了许久，然后一条条弹幕开始滚动，太感人了，我哭死。警号封存意味着什么？你们知道吗？向英雄致敬。与此同时，你脑海中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解锁歌曲《暮色回响》。随后，一段信息洪流涌入脑海，包括歌词、编曲、混音、弦乐、吉他、贝斯、钢琴等伴奏。可以说，只要你愿意，一个人就能把这首歌端上桌。打开软件，你一边咳嗽，一边把脑海中的信息以文本的形式写出来。直播间变得安静无比，只有噼里啪啦的键盘打字声，而那些观众却有些懵了。卧槽，这就开写了。写歌要灵感的，哪能说写就写？怕不是随便糊弄一下吧？估计就是口水歌，听个响得了。直播间里质疑声此起彼伏，你充耳不闻，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现在没时间理会这些弹幕，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每一秒都弥足珍贵，必须尽快把歌写出来，这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10几分钟悄然而逝，你把视线艰难从屏幕转向镜头，你的邮箱私发给我一下。陈芋汐怔住了，纤长睫毛微微颤抖，哪怕心中对这个隔着屏幕的男生还残存着几分微弱期待，可这短短的10几分钟又能写出什么？换作是他，光歌词就得反复推敲，字斟句酌，更别提旋律了。但1000块都花了，哪怕写的歌是一坨，也应该尝尝咸淡。陈芋汐自嘲地想着，点开头像，将邮箱地址发送了过去。很快，一个压缩包文件发送过来，整个像模像样。他心中嘀咕了一句：解压。点开文件，当看到文件内容时，他瞬间愣住了。这首《暮色回响》真是10几分钟写出来的吗？陈芋汐呼吸不自觉加快，白皙的脸颊上泛起淡淡红晕，右手快速移动，左手在键盘上敲击，软件界面音轨层层叠叠，各种参数飞速调整。这首歌无论旋律还是编曲都堪称完美。更让他震惊的是，混音也很出色，简直难以想象10几分钟搞定的作品，完成度竟然这么高。陈芋汐时而蹙眉沉思，时而点头，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品展示效果。而此刻直播间在线人数不增反降，弹幕越来越多。这美女谁啊？颜值也太顶了吧！新来的，这是刚才连麦讲故事的谁哦？好像还是个歌手。歌手？真的假的？他现在在干嘛？主播用10几分钟给他写了首歌，这会儿估计在做伴奏呢。10几分钟能写出个啥？怕不是连歌词都凑不齐吧？我赌1包辣条，这首歌绝对一拖答辩。各种猜测、质疑、调侃的弹幕交织在一起。陈芋汐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伴奏已制作完成，此时正戴着耳机熟悉歌词和旋律。主播，你介意我在直播间唱这首歌吗？半晌过后，酝酿好感情的陈芋汐缓缓开口，但没等你说话，直播间网友便已经急不可待。小姐姐快唱吧，声音这么好听，哪怕再垃圾的歌也会别有一番风味。盲猜一波主播会拒绝，毕竟再演下去就露馅了，这不明摆着给主播台阶吗？歌给你的，想唱就唱。你苍白的脸上挤出一抹笑意，声音越来越虚弱，坐在电脑前的身体也开始摇摇晃晃。你巴不得对方在人多的地方唱暮色回响，毕竟听到这首歌的人越多，所获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一首歌而已，只要命能保住，给别人又何妨？好，陈芋汐微微颔首，摘掉耳机。
半曲结束，几千名网友如同被点了穴一般，呆呆地坐在屏幕前。原本喧嚣的弹幕瞬间变得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满屏的震惊和难以置信。这首歌的质量吊打市面上90%的口水歌。他们从未想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主播，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创作才华。十几分钟创作一首高质量歌曲，这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畴。看着不断上涨的直播间人数和疯狂滚动的弹幕，你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没想到系统出品的歌曲竟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但紧接着一阵剧烈咳嗽声打断思绪，你眼前一黑，失去意识，直播间满屏问号飘过，陈芋汐的歌声戛然而止。不知过了多久，无尽黑暗被撕开2道口子，随后光芒疯狂涌入，心电监护仪规律的冥想回荡在空旷房间。你缓缓睁开眼，淡蓝色虚幻光幕浮现眼前，姓名男，当前寿命27天，已获得影响力78000。我睡了这么久吗？你喃喃自语，声音沙哑的厉害。手臂传来一阵沉甸甸的压迫感，微微侧头，一个女孩映入眼帘。她趴在床边，似乎睡着了，长发如瀑遮住半张脸，依旧难掩那份惊心动魄的美丽。听到声音，女孩长长的睫毛颤动，缓缓睁开眼，一双清澈眸子如同秋水般澄澈。病得这么严重，干嘛还要直播？陈芋汐声音很轻，带着些许责备意味。你没有回答，而是转移开话题。你怎么知道我住什么地方？关于系统的事情，你不想告诉任何人，解释起来太费力气，对方也不一定相信。最重要的是，没那个必要。你那天在直播间突然昏倒，我吓坏了，赶紧打电话报了叔叔。陈芋汐揉了揉惺忪睡眼，美眸中还带着些许倦意。接线员询问地址时，我这才想起对你一无所知。当时我就想，你家人呢？他们怎么没发现你生病？后来转念一想，如果家人在身边的话，又怎会让你带病直播？所以我就托关系找了个黑客，通过邮件用 IP 追踪到了你的地址。幸好都在京都，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陈芋汐轻轻捋了捋额前碎发，你以后可不许再直播了，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谢谢你。你合上双眸，自嘲一笑，没想到自己这个将死之人还会有人在意。不用猜也知道，失去意识后，眼前这个女孩并没有在直播间唱完整首歌，否则影响力不可能连10万都不到。我叫陈芋汐，你呢？女孩声音很轻，带着些许期许。我叫南。对了，你上热搜了。你接过手机，指尖在屏幕滑动，抖音热搜榜上，暮色回响排名第27，带病主播免费写歌昏倒在直播间排名第36。随便点开一个视频，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好奇这首歌昏倒这件事，几乎没人在意。零星的几个评论还都是质疑你在炒作，为什么会想起免费写歌？你的身体。陈芋汐欲言又止，你一条条翻看着评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过了半晌才缓缓开口，我时间不多了，总得留下点什么，好证明这个世界我曾来过，所以希望你能把那首歌带到更大舞台。趁生命还没走到尽头，我想用歌曲记录更多人的故事。你怕陈芋汐不好意思演唱那首歌，把写歌续命用一种对方能听懂的委婉方式表达了出来。只不过这些话落入陈芋汐耳中，却变了种味道。许是他心思细腻，又或是共情能力极强，从只言片语中听到了对生命的渴望，以及对世界的无限眷恋。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大男孩，明明病得这么重，随时可能离开，却还想着用歌声记录他人的故事，他该有多热爱这个世界啊！一股心酸涌上心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陈芋汐强忍着不让他们掉下来，我会的，我一定会把暮色回响带到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听到你的作品。听到这句话，你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倦意如潮水般涌来。心电监护仪发出急促鸣响，医生，医生！几个白大褂听到动静，几乎是瞬间冲进病房，准备除颤仪肾上腺素推注。陈芋汐被挤到角落，双手紧紧捂住嘴巴，泪水模糊了视线。不知过了多久，微弱而有规律的心跳声响起。医生摘掉口罩，长长的舒了口气，转身看向陈芋汐。癌细胞已经扩散，病人现在很虚弱，尽量别打扰，让他多休息，或许还能多活一阵子。大夫，我朋友他还能……医生伸出一根手指，缓缓开口，乐观估计也就1个月，要是像先前那样损耗心力，最多10天。陈芋汐似乎想到了什么，如果转到 ICU， 是不是就能多坚持一阵？效果不大。医生叹了口气 ，ICU 按小时计费，普通人承担不起。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安排把他转到 ICU， 但费用我这边想办法解决。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后台休息室内，陈芋汐万分紧张。这时工作人员推开房门，陈老师该你上台了。好，知道了。陈芋汐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起身向舞台走去。我是歌手录制现场，新生代歌手孙晓一曲终了，台下掌声雷动，4位导师脸上都露出赞许神色，汪申更是直接起身为他鼓掌。如今只剩最后一个晋级名额，接下来还剩2名参赛选手，其中宋婉在上一轮比赛中的表现赢得了内栏认可。宋婉这姑娘唱功是真扎实，她需要一首能展现嗓音优势的歌。汪申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说道：“没错，就是选的歌有点影响发挥，技巧性太强，反而少了点情绪感染力。”周毅难得说了句长话，薛之焕更是一针见血，唱歌这东西有时候太注重技巧，反而容易降气。旋即话锋一转，我倒是比较看好陈芋汐，她上一轮的失误主要是心态问题。汪申点点头，陈芋汐的演唱情绪感染力很强，这是她的优势，但缺点也显而易见，水平时高时低，不太稳定。现场观众席一片寂静，最后2场比赛所有人都十分关注。一旦陈芋汐晋级成功，也就意味着宋婉失去了最后的晋级机会，反之亦然。只要陈芋汐被淘汰，宋婉也将保送决赛。全场观众无不屏气凝神，原因无他，陈芋汐容貌更为出众，之前的表现也都很是出色，如果不是上一轮比赛发挥失误，肯定能够进入决赛。宋婉虽然也很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2者间的差距，因此这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非陈芋汐莫属，但是无绝对。宋婉舅舅是项目制作人，最后这场生死赛，对方是否会使用大召唤术，谁也无法保证，毕竟一直开挂，或许会有些侮辱观众智商，可偶尔开一次无伤大雅。
倘若陈芋汐因为心态紧张再次发挥失误的话，开挂都不用。主持人华少拿着手卡走上舞台。最后这2场比赛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很清楚，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让我们一起为2位选手加油，希望他们能顶住压力，发挥出最佳水平。话音刚落，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各种支持陈芋汐的呐喊此起彼伏。由此可看出，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仅现场观众，哪怕网上支持率也是陈芋汐遥遥领先。掌声渐息，华少再次拿起话筒。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竞演歌手陈芋汐。脸上笑容隐去，华少转身走下舞台，现场观众席上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各种呐喊助威汇聚在一起，几乎要将整个演播厅屋顶掀翻。身着一袭白色晚礼服的陈芋汐缓步走上舞台，裙摆点缀着细碎亮片，腰间的银色腰带勾勒出纤细腰肢，乌黑长发被挽成一个精致发髻，几缕碎发垂在耳边，更添些许柔美。舞台上灯光逐渐熄灭，只剩下一束追光打在女孩身上。陈芋汐站在舞台中央，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内心的紧张情绪，可越是这样就越是紧张，拿话筒的手也在微微颤抖。4位导师背对舞台，周一与薛之焕虽看不到陈芋汐，但通过不远处的大屏幕还是能够清晰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哎呦，看起来很紧张哦。周一右手食指搭在鼻梁上，微微叹了口气。虽然很看好陈芋汐，可她的临场表现与承压能力确实差强人意。就这种心态，哪怕进了决赛也拿不到什么成绩，因为决赛采取的是公演模式，选手将面对数十万观众，在演播厅的表现都如此紧张，倘若登上大舞台，只怕表现会更加拉垮。薛之焕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比选手还要紧张，如果不能克服心理这道难关，陈芋汐的路不会太远，希望他能顶住压力吧。前奏响起，喧闹人群逐渐安静下来。汪申与奈兰看到陈芋汐的紧张反应，觉得宋婉晋级应该是稳了，可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两人脸色骤变。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首歌无论是弦乐还是混音，都体现出极高的创作水准。最重要的是，脑海中并未找到对应歌曲，也就是说，陈芋汐将要演唱的是一首原创。这对他们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已经跟宋婉舅舅夸下海口，一定会确保对方晋级。这要是办不到，无异于在打自己脸。空灵嗓音响起，陈芋汐脑海中浮现出小月的音容笑貌，以及那个面色苍白、躺在病床上的少年。他们面对死亡都无所畏惧，可自己呢？仅是站到舞台上就害怕的要死。跟他们比起来，陈芋汐感觉自己就像个懦夫。想起和小月之间的约定，想起答应南浦要把他的作品带到更大舞台，陈芋汐内心逐渐坚定起来。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就算一阵风一片叶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空灵的嗓音搭配着那看似祈祷神明的歌词，直击灵魂，每一个音符都得到了极尽升华。台下观众们早已忘记欢呼，甚至忘记了呼吸，他们静静聆听，感受着歌声中那份悲伤，那份执着，那份对视者的思念。好的音乐作品能够引发听众共鸣，这首暮色回响便是如此。有人眼角湿润，有人紧握双拳，有人默默祈祷，想起那些曾经温暖过自己，后来又转瞬即逝的模糊身影，面容逐渐在脑海中变得愈发清晰。4位导师猛地拍下按钮，座椅缓缓转动，他们看到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女孩，也看到了她眼中闪烁的泪光。汪申眉头紧锁，他没想到陈芋汐竟能带来如此震撼的原创歌曲。这首歌无论词曲还是编曲都堪称完美，更难得的是，陈芋汐将自己的情感与歌曲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拥有了灵魂。纳兰眼中充满赞赏，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周易不动声色地擦掉眼角泪花，他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动人的歌曲了。薛之焕眼眶有些泛红，想起自己被雪藏的经历，那些为了梦想而奋斗的日子，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苦楚，万般情绪涌上心头。那就等宇宙泯灭，等黄泉搁浅，我们会化作尘埃，终将再见。陈芋汐闭上眼睛，唱出最后一句歌词。音乐乍停，灯光亮起，全场寂静无声。1秒、2秒、3秒，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个演播厅，观众们疯狂呐喊，挥舞着手中荧光棒。4位导师纷纷起身为陈芋汐鼓掌。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汪申表情激动，尾音中带着微不可察的颤抖。不是，一个朋友写的。陈芋汐摇头，想起那张苍白而又帅气的面容，情绪变得很是失落。他叫什么名字？纳兰迫不及待地问。南浦。陈芋汐一字一顿地说。周易喃喃自语，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很难想象这首歌是一个乐坛新人写的。对了，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暮色回响。薛之焕重复了一遍歌名，转头看向周易，前辈你怎么看？这首歌很特别。周易沉吟片刻，缓缓开口，他让我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确实，薛之焕点点头。这首歌情感表达很细腻，也很真挚。汪申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中带着探究。这首歌的完成度很高，南浦肯定花了不少心思吧？老周、老薛，你们都是创作型歌手，像这样一首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周易沉吟片刻，缓缓开口，这首歌旋律抓耳，歌词也很有深度，编曲更是恰到好处。如果换作是我，至少得半年时间，而且还不一定能达到这种效果。薛之焕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周天王说的对，这首歌完成度太高了，我估计南浦至少用了1年时间来打磨。创作这种级别的歌，灵感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沉淀。汪申和纳兰对视一眼，两人眼中都充满了震惊。1年，这也太夸张了吧？于西，这首歌南浦大概用了多久时间创作？汪申转头看向陈芋汐，他希望从对方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陈芋汐看着4位导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如实说道，他只用了10几分钟。10几分钟，4位导师异口同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汪申瞳孔骤缩，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10几分钟。你确定？薛之焕直接站起身，来回踱步，口中喃喃自语：10几分钟，这怎么可能？纳兰斩钉截铁否定，言辞激烈。我年轻时也才思泉涌，可即便如此，
也无法在10几分钟内创作出如此佳作。这首歌的旋律、歌词、编曲都达到了极高水准，没有长时间的打磨和沉淀，根本不可能完成。汪生没有说话，只是眉头拧得更紧了。他相信陈芋汐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可理智又告诉他，这根本不符合常理。10几分钟创作一首歌，别开玩笑了，那些传世经典，哪个不是经过呕心沥血创作，才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周易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这首歌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震撼，那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动，绝非矫揉造作可以伪装。于西，能说说你这位朋友吗？周易开口，打破了沉默。陈芋汐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如何说起。告诉别人那个少年身患绝症，时日无多，还是告诉他们，南浦为了能够活下去，用生命燃烧自己，然后再被其他人怀疑用绝症营销，他都病成那样了，不该遭受充满恶意的揣摩与诋毁。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陈芋汐斟酌着词句，只是平时比较忙，所以写歌的时间不多。他并没有说谎，南浦的确很忙，忙着与病魔抗争，忙着与时间赛跑，忙着用作品记录下这个世界的美好。平时比较忙。薛之焕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句话中的关键信息，那双原本就大的眼睛，此刻瞪得更圆了。难道他不是专业音乐人？他是做什么的？陈芋汐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我不太清楚他的具体工作，只知道他很忙。薛之焕挠了挠头，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有意思。周易嘴角微微上扬，他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如此有意思的事情了。一个拥有惊人才华却又默默无闻的音乐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话题。有机会的话，真想见见这位男仆。周易的语气中充满着期待，我也想见见他。薛之焕紧随其后，脸上写满好奇。如果他真有那么厉害，我倒想跟他约首歌。汪生和纳兰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无奈。原本还指望宋婉能够晋级，现在看来希望渺茫。于西，你这位朋友现在在哪里？周易看向陈芋汐，再次问道。陈芋汐低下头，眼眶微微泛红，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咽。他在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医院？薛之焕一愣，随即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医生吗？当然很忙。他自以为猜到了真相，脸上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周易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陈芋汐，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陈芋汐的表情，那种悲伤和无奈，更像是在告别。比赛结束后，我们能去看看他吗？周易再次开口。陈芋汐犹豫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南浦现在的情况恐怕不适合见客，可又不想拒绝周易，毕竟南浦的卧室就贴着对方海报。这时，汪生和纳兰耳麦里传来一阵低语，两人神色微滞，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错愕与无奈。轻咳一声，汪生将所有人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于西啊，有件事我必须要指出，这首歌虽然很优秀，但原创歌曲是需要提前向节目组报备的，你报备了吗？陈芋汐闻言瞪大眼睛，整个人都懵了，嘴唇微微颤抖着。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汪生那句你报备了吗在不断回响，压根就没注意到比赛规则里还有这么一条。再说了，把伴奏交给节目组时他们不就知道了吗？难道这个不算？还是说这些人在故意找茬？周易和薛之焕思绪被打断，全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汪生与纳兰，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人会在这时候发难。老汪，你这是什么意思？薛之焕直性子，当即开口质问。没什么意思，规则就是规则。汪生避开薛之焕目光，语气生硬。我记得比赛规则里确实有这么一条。纳兰也开口了，声音有些飘忽。但是周易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汪生打断。没有但是，周天王，我们作为导师更应该遵守规则。虽然我很欣赏这首歌，欣赏作者南浦，欣赏陈芋汐的演唱，可刚从耳麦里得到宋婉舅舅指示，无论如何也要淘汰陈芋汐，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更何况他和纳兰还指望着在宋婉舅舅的新项目里捞点油水。这时主持人华少登上台，脸上带着职业化笑容，很抱歉芋汐，根据比赛规则，未提前报备的原创歌曲将被视为无效，所以你这场比赛的成绩作废。陈芋汐只觉得脑海中一声炸响，整个人都傻了，呆呆站在舞台上，像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他甚至忘记了哭泣，只觉得好累，好想找个地方睡一觉。台下观众们也炸开了锅，什么情况？怎么就无效了？黑幕，绝对有黑幕！节目组出来解释一下。一时间群情激愤，声浪一阵高过一阵。然而这一切陈芋汐都已经不在意了，缓缓转过身，落寞地向舞台下方走去。周易心中五味杂陈，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薛之焕更是气得浑身发抖，猛地站起身，指着汪生和内兰的鼻子怒吼：你们还要不要脸？为了一个关系户，连这种下三滥手段都用得出来。暮色回想这首歌水平如何，你们作为资深音乐人，想必也很清楚。你们这样长久以往下去，华语乐坛还有未来吗？这种节目不录也罢。老薛，你冷静点。周易连忙拉住薛之焕，生怕他做出什么过激举动。我冷静不了。薛之焕一把甩开周易，摘下耳麦重重摔在桌子上，大步流星走向后台。周易无奈摇了摇头，跟着离开导师席。傍晚时分，华语乐坛顶流天王周易与当红巨星薛之焕同时单方面宣布退出歌手节目录制的消息，一度干爆了服务器。网络上关于黑幕的讨论如滚雪球般越闹越大，无数网友化身福尔摩斯，试图从蛛丝马迹中还原事件真相。几家知名娱乐营销号几乎同时发布了关于最新爆料，他们的集体发声无疑给这场舆论风暴又添了把猛火。据可靠消息，录制现场出现重大变故，周易和薛之焕两位导师当场宣布退出节目，原因竟是天才少年横空出世，一首歌引发乐坛地震。周易、薛之焕为他与资本决裂。今天黑幕曝光，陈芋汐惨遭淘汰，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这些标题一个比一个劲爆，迅速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评论区里瞬间涌入无数急切想要吃瓜的网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试图拼凑出事件全貌。卧槽，真的假的？周天王和薛之焕同时退赛，这瓜有点大啊，肯定是个黑幕，不然两位导师怎么会这么高？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没有现场的兄弟姐妹出来解释下？我知道，我朋友当时就在现场，说是为了一个叫南浦的，对方写了首歌给陈芋汐，超级好听，然后节目组为了保关系户，硬是把陈芋汐给淘汰了。南浦
这名字好陌生啊，是新人吗？没听过这号人物，不过能让周天王和薛之焕同时发声，估计有点东西。所以那首歌呢，有没有人录下来啊？好想听。随着讨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曝光，南浦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人们好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作品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周易和薛之焕这两位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惜与资本对抗，也要为他讨个公道。这是一位自称当时在直播间的网友发布了一条长文，详细描述了南浦创作《暮色回响》的过程。我当时就在南浦直播间，亲眼见证了这首歌的诞生。他当时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脸色苍白，一直咳嗽，像是得了什么重病。陈芋汐跟他连麦讲了个故事，然后他就开始写歌，从有灵感到完成只用了10几分钟，我当时都惊呆了，这简直就是神迹。这条长文一出，顿时引爆了整个网络，质疑声与惊叹声交织在一起，将南浦和暮色回响这两个关键词推上了热搜榜。很快就有网友找到了陈芋汐在直播间演唱《暮色回响》的片段，虽然不是完整版，但那空灵嗓音、优美旋律以及饱含深情的歌词，还是迅速征服了无数网友。随着《暮色回响》热度越来越高，关于南浦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人们惊讶发现，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主播，而他在直播间免费写歌的行为，也让无数网友感到懵逼。他是不是傻？这么好的歌，随便卖给哪个歌手都能赚一大笔钱吧？或许这就是天才的世界吧？我们不懂。他看起来身体不太好，该不会是……一时间，全网都在热议南浦和他的暮色回响。庆禄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薛之焕双手插兜，眉头紧锁，目光透过玻璃窗，落在那个浑身插满管子的少年身上。周易站在一旁沉默不语。陈芋汐从监护室出来，脱掉身上防护服，脸上写满了疲惫。你们怎么来了？来看看他。薛之焕声音低沉，目光依旧没有从南浦身上移开。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还以为他是医生。说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似乎不忍心再说下去。我猜他应该是生病了，只是没想到竟然病得这么。周易深吸口气，缓缓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陈芋汐问出心中疑惑，打听了一路。薛之焕解释说，先是问医院有没有一个叫南浦的医生，才知道根本没这个人。最后还是从一个护士口中得知有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跟你说的名字一样。说完，三人再次陷入沉默。原本想找南浦约歌，可看到他这副模样，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这时，病房里传来一阵轻微响动，你缓缓睁开眼，意识逐渐恢复清明，眼前淡蓝色光幕浮现，姓名南浦，当前寿命33天，已获得影响力6000，寿命增加了6天，影响力也已重置。你暗自松了口气，这证明系统确实能够让自己活下去，只是死亡的阴影依旧如影随形，必须尽快创作出更多歌曲。思绪被一阵轻微的说话声打断，你转头透过玻璃窗看到站在外面的周易和薛之焕，心脏猛地一跳，卧槽，华语乐坛的顶流天王和当红巨星，他们怎么会在这里？不过旋即你就被巨大的惊喜所包裹，只要能给这俩人写歌，以他们的粉丝基础和影响力，一定能获得更多寿命。你用尽全力挣扎着坐起身，按响床头呼叫器。没过多久，陈芋汐换好防护服，重新走进病房，紧接着几名护士和主治医生也鱼贯而入。我想出院。你开口声音虽然虚弱，却透着一股坚决。不行，陈芋汐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你现在的情况怎么能出院呢？主治医生皱起眉头，语气严肃，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离开重症监护室只会加速病情恶化。可我感觉身体已经好了很多，你据理力争，不想继续待在这个像展示柜一样的地方，那是因为在重症监护室，仪器和药物能帮你缓解病情。主治医生耐心解释，试图打消你出院的念头。见出院无望，你只好退而求其次，那能把我转到普通病房吗？这次你态度异常坚决，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陈芋汐看着他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心中一阵酸楚，最终还是于心不忍，转头看向主治医生，要不就按他说的办吧。主治医生沉吟片刻，无奈地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的情况随时可能恶化。转到普通病房后，你明显感觉轻松了许多，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至少呼吸间不再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你看向陈芋汐轻声，能请周天王和薛老师进来下吗？我有话想跟他们说。陈芋汐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好，你等一下。几分钟后，周易和薛之焕走进病房。你们是不是想找我约歌？你开门见山直接问道。两人一愣，连忙摆手否认。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对，我们只是有些好奇。你看着他们笑了笑，笑容中带着些许苦涩。其实我的身体还好，还能写歌。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能各自分享一个故事，作为回报，我会为你们创作一首歌曲。周易和薛之焕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到了震惊和犹豫。原本确实抱着约歌的目的而来，可当亲眼看到南浦的状况后，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如今对方主动提出写歌，这让他们既惊喜又不安。惊喜的是终于有机会获得这位天才的作品，不安的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残忍了？毕竟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创作。周易斟酌词句，委婉拒绝道：南浦，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病，写歌的事以后再说吧。薛之焕也跟着点头。是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康复了，我们再聊音乐也不迟。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上的消亡，而是被人遗忘。你声音很轻，却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希望我的作品还能继续传唱下去，这样也算另一种程度上的永生。抬起头，你目光依次扫过周易和薛之焕，眼神中充满了期许。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有些不公平，但我真的很想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病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不知名的鸟偶尔发出几声鸣叫，打破这凝重氛围。陈芋汐站在一旁，早已泪流满面，她紧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南浦如此执着于创作，因为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能够抵抗遗忘的方式。周易和薛之焕也被深深震撼了，他们从未想过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竟会对永恒有着这般深刻的理解，更没想到会被这个绝症少年上了一课。我答应你，
周易率先开口打破了沉默，薛之焕也紧跟着说：“我正好有个故事。”你苍白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我先来吧。周易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要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公之于众。那年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每天奔波于各个酒吧，只为寻求一个机会。直到遇见了晴子，她很温柔也很爱笑。我们相识于一场朋友聚会，当时她就坐在角落里，安静的听我唱歌。后来我们相爱了，她总是鼓励我，说我的音乐很有灵气，一定能够成功。为了我，她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默默支持我的音乐梦想。可我那时太年轻，一心只想出人头地，忽略了她的感受。我们开始争吵冷战，渐行渐远，直到那一天，她出了车祸，永远离开了我。说到这里，周易声音已经哽咽，眼眶泛红，强忍着不让泪水滑落。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说，她被送到医院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我演唱会的门票。她原本打算来看我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可我却再也见不到她了。薛之焕和陈芋汐都沉默了，他们没想到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周天王，竟然还有这样一段痛彻心扉的过往。这些年我一直活在悔恨和自责中，如果当初我能多关心他一些，多体谅他一些，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我把对他的思念都写进了歌里，可无论写多少歌，获得多少奖项，都无法弥补心中遗憾。如果可以，这首歌我想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曾经爱过却又错过的人。周易抬起头望向窗外，那双原本深邃的眼眸中，此刻充满了哀伤和怀念。病房里安静的落针可闻，只有窗外不知疲倦的鸟依旧在欢快啼鸣。恭喜宿主解锁歌曲夜曲，你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紧接着无数音符和歌词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逝去的爱情，而我为你隐姓埋名，在月光下弹琴。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无尽思念与哀伤。恍然间，你似乎看到一个孤独身影在月光下弹奏钢琴，身着白裙的女孩在不远处的追光下翩跹起舞。该我了。薛之焕的声音将你从思绪中拉回，他看着你缓缓开口，讲述起自己的故事。我曾经深爱过一个女孩，她叫安然，是个很特别的姑娘。我们相识于微时，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陪我走过低谷，见证我一步步成长。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白头偕老。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击。她的家庭无法接受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我们被迫分开。她嫁给了一个所谓门当户对的人。分开那天，她哭着对我说：“对不起，我尽力了。”薛之焕眼中闪烁泪光，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后来，我把对她的思念写成了一首歌，那首歌记录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也埋葬了我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能改变结局？可人生没有如果，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回不去了。薛之焕苦笑着摇头，眼神中充满了落寞和无奈。恭喜宿主解锁歌曲《安河桥》，你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同时一段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旋律在脑海中响起。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再见。歌词中充满了对逝去的怀念与不舍，以及对现实的无奈和妥协。你闭上眼睛，静静聆听这首歌。不知何时，眼角被泪水浸湿，见南浦闭目沉思。周易、薛之焕、陈芋汐三人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打扰到他。周易虽对南浦的才华很是认可，但要说在如此短时间内连续创作出2首高质量歌曲，依旧觉得不可能。毕竟暮色回响的横空出世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倘若再来2首同等水平的作品，那简直……周易不敢继续往下想，生怕自己那颗久经乐坛洗礼的心脏承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冲击。薛之焕则完全是另一番心境，既期待又忐忑，像极了等待开奖的赌徒。期待的是或许真能见证奇迹诞生，忐忑的是万一南浦发挥失常，那岂不是空欢喜一场？他可不想自己的故事被浪费在一首平庸作品里。陈芋汐心情最为复杂，一方面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南浦的创作速度，另一方面又担心南浦身体能否承受住如此高强度创作带来的负荷，毕竟那可是极其消耗心神的。偷偷瞥了眼监护仪上那条上下起伏的曲线，心中默默祈祷南浦能够再次创造奇迹。然而仅仅过去了2分钟不到，你便缓缓睁开眼睛，那双原本暗淡无光的眸子，此刻竟闪烁着点点星光。你示意陈芋汐帮他拿来纸和笔，实际上你恨不得听完故事后立刻开始创作，可那样未免也太骇人听闻。你可不想被当成怪物抓起来切片研究。即便如此，眼前这一幕依旧让周易等人震惊不已。这就开始写了。薛之焕瞪大双眼，嘴巴张成了 O 型，脸上写满难以置信，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周易也没好到哪去，那双不大的眼睛此刻也瞪得溜圆，努力平复着内心震撼，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失态。陈芋汐则满脸担忧，快步走到病床旁，将纸笔递给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我没事。你接过纸笔，冲他笑了笑，然后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奋笔疾书起来，笔尖划过纸张，发出细微声响，在寂静病房里显得格外清晰。周易和薛之焕不约而同地凑过去，想要一探究竟，他们倒要看看这位天才究竟如何创作的。然而当看到纸上那一行行跃然而出的歌词时，再次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逝去的爱情，而我为你隐姓埋名，在月光下弹琴。周易轻声念着，每一个字都像石子投入平静心湖，激起层层涟漪，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在月光下为晴子弹奏钢琴。那熟悉的旋律，那动人的场景，让他瞬间红了眼眶。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薛之焕则怔怔看着这句歌词，似乎被勾起了某段不愿提及的回忆，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女孩，想起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想起他离开时的决绝背影，以及自己那颗被撕裂的心脏。这怎么做到的？薛之焕喃喃自语，声音都在颤抖，实在无法相信这些直击灵魂的歌词竟是出自一个刚听完故事的少年之手。周易只是默默看着南浦，那专注的神情，流畅的笔触，让他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少年或许真是百年难遇的音乐天才。甚至周易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
连他自己都觉得荒谬的想法。这家伙该不会是外星人吧？不然怎么解释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陈于熙看着奋笔疾书的南浦，眼中满是心疼和敬佩。他知道南浦是在用生命进行创作，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更多存在过的痕迹。想到这里，眼泪再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陈于熙连忙转过身，偷偷擦去泪水，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大约10分钟后，南浦停下了笔，将写满歌词的2张纸分别递给周易和薛之焕。这就好了。薛之焕颤抖着接过歌词，南浦点了点头，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周易也接过歌词，仔细端详，谢谢，这首歌我很喜欢。抬起头看向南浦，眼中充满了感激。薛之焕也连连点头，我也很喜欢，这歌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你们喜欢就好。南浦笑了笑，脸上中带着些许疲惫，连续创作2首歌，哪怕有系统，对他来说依旧是个不小负担，能够感觉到身体正在逐渐变虚弱。离开医院，全副武装的周易和薛之焕站在保姆车边，这歌不能白拿。周易若有所思，半晌后缓缓开口，薛之焕点头，以南浦的名义开场演唱会吧，收益全给他。虽然南浦再三推辞，不需要任何经济上的援助，但医院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不够往里扔，有了这笔费用就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好，回去后我让人尽快准备。周易坐进保姆车扬长而去，一场足以震撼整个华语乐坛的演唱会，3言2语便确定了下来。几天后，歌手如期播出，陈于熙一袭白裙站在舞台中央深情演唱《暮色回响》，空灵嗓音配上饱含深情的歌词，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如痴如醉。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简直是天籁之音，陈于熙唱功绝了，这高音绝绝子，这歌词写得真好，听得我眼泪哗哗的。南浦是谁？这首歌是他写的，也太有才了吧，不是卧槽，这都能被淘汰。节目播出后，暮色回响、南浦黑幕等词条迅速登上热搜，网友们对南浦的才华赞叹不已，同时也对节目组的公平性产生了严重质疑。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节目组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发布了一份声明，声称评分过程公开透明，绝无黑幕，但对于周易和薛之焕退赛以及暮色回响被淘汰等关键问题却避而不谈。这份声明非但没能平息众议，反而让网友们更加愤怒。这声明了个寂寞，当我们是傻子吗？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这不就是心虚的表现吗？在网友们的自发抵制下，歌手收视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许多原本打算投放广告的品牌商也纷纷撤资，表示不再与节目组合作。一时间，歌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为挽回颓势，宋婉及其担任节目制作人的舅舅开始暗中运作，他们收买了大量营销号和水军，在网上散播谣言，质疑暮色回响原创性，甚至还翻出南浦以前的言论和行为，断章取义，恶意解读，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道德败坏、人品低劣的形象。在水军的推波助澜下，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许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动摇。病房里，陈于熙看着手机上那些不堪入目的评论，气得浑身发抖。这些人竟然如此恶毒，连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都不放过，太过分了。与此同时，正埋头筹备演唱会的周易和薛之焕也关注到网上这些负面消息，两人商议后决定通过个人社交账号为南浦发声，希望能够借助影响力帮助南浦澄清事实。周易的个人账号向来低调，除了必要的宣传，极少发布个人动态，但这一次他破天荒地更新了一条动态，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如一颗深水炸弹，在网络上激起千层浪。有些声音不应该被埋没，有些才华值得被所有人听见。南浦，你的歌我听到了。配图是一张他与南浦在医院的合影，照片里南浦脸色苍白，却依然微笑着。周易站在他身旁，眼神中充满关切。薛之焕也紧随其后，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文：这个时代不缺哗众取宠的小丑，缺的是真正有才华的人。很幸运，我遇到了南浦，他的歌让我找到了久违的感动。配图则是他与南浦的另一张合影，两位乐坛大佬的表态，瞬间将南浦这个名字推到了风口浪尖。那些原本还在质疑谩骂的网友，此刻都闭上了嘴巴，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被他们攻击的少年。而那些原本就支持南浦的网友，此刻更是像打了胜仗般欢呼雀跃。周天王和薛之焕都发话了，那些黑子们脸疼不疼？所以歌手真的有黑幕，细思极恐啊！现在还有谁质疑南浦的才华？站出来走2步。紧接着，周易和薛之焕再次同时发文，宣布两人将联合举办一场名为《回响》的演唱会，并在演唱会上发布2首由南浦创作的新歌。这一消息如同往沸腾油锅里倒了一瓢水，瞬间让整个网络都炸开了锅。卧槽！周天王和薛之焕要合体开演唱会，这是什么神仙组合？重点是他们还要发布南浦创作的新歌，这牌面也太大了吧！南浦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让周天王和薛之焕同时为他站台？我现在对那2首新歌简直期待值爆表。那些先前质疑南浦的营销号，此刻都悄悄删除了相关文章，生怕被网友们翻旧账。然而还是有网友截图保存了这些营销号的言论，并将他们发布到网上。这些营销号之前不是跳得很欢吗？现在怎么都哑巴了？笑死我了！这些营销号就是墙头草，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之前骂南浦骂得最凶的就是他们，现在一个个都装起了缩头乌龟。在网友们的声讨下，这些营销号不得不发布道歉声明，表示之前收到了不实信息，才会发布那些言论。而宋婉舅舅见事情败露，也悄悄撤回了抹黑南浦的通稿，但他并不甘心，又联系到几位所谓的乐评人，试图从专业角度对南浦的作品进行贬低。这些乐评人在各自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些看似专业，实则漏洞百出的评论。这首《暮色回响》技巧性太强，反而失去了音乐的灵魂。南浦的歌只能算是中等水平，被过分夸大，他的创作缺乏深度，只是无病呻吟罢。评论一出，立刻遭到了网友们反驳：你们这些所谓的乐评人，怕是收了黑钱吧？南浦的歌要是只能算中等水平，那乐坛就没有好歌了，怕不是嫉妒南浦才华才故意这么说的吧？双方在网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时间好不热闹。
粉丝们自发组织起来，对那些抹黑南普的言论进行反击。在这场网络骂战中，暮色回响的热度不降反增，迅速冲上各大音乐平台榜首。南普的影响力正以惊人速度扩散。医院里，主治医师拿着检查报告，眉头紧锁。这怎么可能？报告上各项指标显示，南普身体状况正在好转，按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出院标准，这简直是医学奇迹。要知道，之前南普的身体状况几乎被判了死刑，医师心中充满了疑惑。从医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病房里，你躺在床上，有些无奈的闭目养神。这段时间，陈芋汐经常找借口留下来陪伴。你能感觉到，陈芋汐对自己似乎产生了某种特殊情感，但现在你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些，只想抓紧时间多创作歌曲，积累影响力，这样才能活下去。心念微动，淡蓝色虚幻光幕浮现眼前，姓名南普，当前寿命47天，已获得影响力85000，47天还是太少了。你轻叹一声，喃喃自语。与此同时，医院食堂，陈芋汐正排队给南普打饭，口袋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喂，周老师，芋汐，演唱会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就在下周6晚上，你这边没问题吧？周毅那略带磁性的嗓音从听筒中传来。没问题，周老师，我随时都可以。那就好。周毅继续说道，到时候你作为驻唱嘉宾，在演唱会上演唱《暮色回响》这首歌，现在热度很高，很适合作为开场曲目。这段时间要进行彩排，在工人体育馆，每天抽出几小时，可以吧？没问题，周老师，我一定好好准备。陈芋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这是周毅在提携自己。还有一件事，周毅声音顿了顿，演唱会的全部收入都会用来支付南普的医疗费用，先别告诉他，到时给他一个惊喜。知道了，周老师，我先替南普谢谢你。挂断电话，陈芋汐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队伍继续排队。10几分钟后，陈芋汐回到病房，我家里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最近这几天可能没办法经常过来了。没事，你去忙吧。你接过饭盒，语气平静，内心却有些许不易察觉的失落。这些天已经习惯了陈芋汐的存在和陪伴，突然说离开，让你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不过这样也好。他不在，自己就又能开直播了。之前有好几次准备开直播，都被陈芋汐强硬收走了笔记本，美其名曰好好休息。陈芋汐离开后，你从床底翻出被藏起的电脑，熟练翻开笔记本，点开直播软件。刚开启，直播间人数寥寥无几，只有零星几个谁了。大家好，又见面了。你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略显苍白的微笑。这时直播间人数突然开始飙升，从几个人到几百人、几千人，速度之快让你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一看系统提醒，原来是官方给直播间推流了。屏幕上不断有弹幕飘过，卧槽，是活着的南普。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年轻，看背景怪怪的，难不成是在医院？你尝试引导大家分享故事，可却收效甚微。有没有朋友分享经历？我可以根据故事为你量身打造一首歌曲。咱就一普通人，哪有啥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啊？会唱小星星，算不算有音乐天赋？别为难我们了，五音不全，听个响都费劲。主播，不是我们不想分享，是真没啥可分享的。每天都是上班下班2点一线，无聊得很。要不你随便写一首，我们听听得了。楼上加1，听歌就行，讲故事就算了。看着满屏弹幕，你有些无奈。仔细想想，导演能理解网友们的反应。对于普通人来说，既没有演唱技巧，也没有变现渠道，自然就没有分享故事的欲望。只不过这样一来，通过写歌获取影响力的计划，岂不是要落空？不行，得想个办法调动大家积极性。正当苦思冥想之际，一条弹幕引起了你的注意。主播为啥这么执着于写歌啊？看着这条弹幕，你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大学也是学的作曲。如果不是嗓子出问题，或许现在已经是名歌手了。原来是科班出身啊，怪不得这么厉害。嗓子怎么了？还能治好吗？主播别难过，你现在这样也很棒，谢谢大家的关心。你笑了笑，嗓子的问题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现在没法唱歌，只能写歌了。这时直播间右下角忽然弹出一个连麦申请，你精神一振，连忙点了同意。一个模样十分帅气但略显憔悴的男生出现在屏幕上。大家好，我是张扬。男生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卧槽，这不是我是歌手的那个张扬吗？真是他怎么会来这里？张扬不是夺冠热门吗？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网友们纷纷猜测张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南普老师，您的歌我听了非常棒，尤其是那首《暮色回响》，简直唱到了我心里。谢谢。你笑了笑，是准备分享故事吗？张扬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张扬这是怎么了？有话就直说呗，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看这样子，估计是真遇到事儿了。在网友们的催促下，张扬终于开口：南普老师，实不相瞒，这次是想请你帮帮忙。帮你？你有些疑惑，我能帮你什么？是这样的，张扬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出了事情原委。原来张扬在歌手中表现出色，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然而在决赛前夕，他却受到了某种威胁，他们让我退赛。张扬声音有些颤抖，说如果不退赛，就会让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他们是谁？你皱眉问道。我不能说。张扬摇了摇头，他们势力很大，我得罪不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还有王法吗？细思极恐啊，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黑幕？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张扬眼中充满了迷茫。我只是个普通人，斗不过他们的，所以想请你帮忙写首歌。写歌？你一愣，写歌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张扬苦笑着说，现在真的脑子很乱。好，我知道了。你沉思片刻，讲讲你的故事吧。张扬苦笑着，我的故事很简单也很普通。我出生在一个偏远小山村，小时候家里很穷，喜欢唱歌，但没机会接受专业训练。为了追逐音乐梦，独自一人来到首都打拼。这些年做过服务员，送过外卖，当过建筑工人，什么苦都吃过，但我从没放弃过自己的梦想。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后来我参加了歌手，一路过关斩将走到现在，我以为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可没想到。说到这里，张扬的声音哽住了，没有再说下去。忽然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解锁歌曲。像我这样的人，网友们并不知道，南普曾在短短几分钟内给周毅他们写了2首歌，因此觉得南普那么快写出《暮色回响》有巧合因素在其中。
甚至有人在弹幕上打赌，猜测这次他会用多久时间。好了，邮箱地址私信给我，10分钟不到，你再次看向镜头，这就完事了。我没听错吧？10分钟你管这叫写歌？我写作业都没这么快。张扬也愣住了，他没想到南浦会这么快写好。收到邮件后，半信半疑地点开邮箱，下载南浦发来的文件，除了歌曲简谱，竟还有一段小样。戴上耳机，点开播放键，跟着歌词哼唱起来。一段略显忧郁的前奏响起，瞬间将他拉入那个孤独世界。唱到这里，张扬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泪水夺眶而出，想起这些年来的辛酸，想起那些冷眼和嘲讽，万般苦楚涌上心头。一个大男人在直播间里，当着上万网友的面撕心裂肺大哭，只不过弹幕上却并没有人嘲笑讥讽。此时张扬代表着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默默无名不被理解的普通人。过了片刻，张扬通红着眼眶，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不好意思，让您看了笑话。我决定了，不退赛。这首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在决赛舞台上让更多人听到。你笑着点了点头。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吧，我有点累了，大家晚安。说完，你便关掉了直播。张扬则迫不及待地将录制好的歌曲上传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配文献给所有像我一样的人，希望你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很快，这条动态就被顶上了热搜。张扬新歌《像我这样的人》，南浦10分钟写歌。试听这首新歌，低沉的嗓音、忧郁的旋律、直击灵魂的歌词，让无数人瞬间破防。我听哭了，这首歌唱的就是我啊！我也是，太感同身受了。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的前任，那个曾经说要陪我走完一生的人，最后却提前下了车。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平凡而又不甘平凡。这首歌我要单曲循环1万遍。很快，各大音乐平台都出现了这首歌的盗版资源，虽然音质参差不齐，但依旧挡不住网友们的热情。短短几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了50万，而且还在以惊人速度增长。许多专业创作型歌手、音乐人也注意到了这首歌。这首歌的词曲简直绝了。著名音乐人梁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毫不吝啬地赞美道，特别是歌词每一句都写到了人的心坎里，能写出这种歌词的人绝对是个天才。一时间，整个华语乐坛都在寻找南浦，各大唱片公司也都向他抛出橄榄枝。而此时的你正躺在病床上，看着系统面板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嘴角微微上扬。姓名南浦，当前寿命63天，已获得影响力12万5千。看来这首歌的效果比想象的还要好，只要再来几首这样的歌，就能彻底摆脱死亡的威胁了。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像我这样的人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许多网友自发制作了这首歌的 MV， 并将它们上传到各大视频平台。这些 MV 中，有的是张扬在直播间演唱的片段，有的是网友们自己拍摄的生活片段，还有的是一些经典电影的剪辑。但无论哪一种，都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契合，让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与此同时，首都3环一间高级公寓内，宋婉来回踱步，精致妆容下难掩焦虑，指甲被咬得坑坑洼洼。张扬那首像我这样的人，他听了不得不承认那首歌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他有预感，这首歌一旦在决赛舞台上呈现，自己夺冠的概率将大大降低。不，我不能输！猛地停下脚步，我一定要赢！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号码。舅舅，你听了张扬那首歌吗？电话一接通，宋婉便急切问道。电话那头一个略显阴沉的男声响起，听了怎么了？我没有把握赢他了。宋婉声音里充满了不安，那首歌太厉害了，我怕什么？电话那头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你怎么能怕一个无名小卒？可是没什么可是的。男人打断了宋婉的话，冠军一定是你的，必须是你的。我知道了。宋婉咬了咬嘴唇，可是那首歌我会想办法解决。男人的声音阴冷而决绝，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挂断电话，眼神阴鸷的可怕。又是这个南浦，三番五次坏我好事，真当我崔志远是泥捏的吗？宋婉更准确的说是他情人，这层见不得光的关系是他们之间最大的秘密，也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曝光，他将身败名裂。崔志远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老婆的娘家。这些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宋婉谋取了无数利益。如果这次不能夺冠，难保宋婉不会恼羞成怒，将他们的关系公之于众。念及此处，他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喂，是我崔志远，帮我联系一下张扬，就说我想见他。几分钟后，电话回了过来，崔老师，张扬那边回话了，说他现在很忙，没时间。崔志远冷笑一声，告诉他，我有办法让他有时间。又过了几分钟，电话再次响起，崔老师，张扬同意见面了，时间地点您定，现在让他来我办公室。半小时后，张扬出现在崔志远办公室。张扬啊，坐。崔志远指了指沙发，示意张扬坐下。张扬面无表情地坐下来，眼神中充满警惕。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崔志远开门见山地问。不知道。张扬摇了摇头。你那首像我这样的人我听了，写得不错，唱得也很好，谢谢。张扬语气依旧冷淡，但是崔志远话锋一转，这首歌不适合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上。为什么？张扬眉头微皱，因为他太消极了，太悲观了。崔志远点燃一根烟，决赛舞台需要的是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歌曲。我不这么认为。张扬反驳道。这首歌虽然有些伤感，但它表达的是一种真实情感，一种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我相信它能引起很多人共鸣。崔志远嗤笑一声，你觉得那些评委观众会喜欢这种调调吗？他们会喜欢的。张扬点点头，目光坚定，因为这是真实的声音，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声音，打动人心。崔志远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你太天真了，这个圈子不是靠打动人心就能成功的，那靠什么？张扬问道。靠的是资本式运作。崔志远毫不掩饰地说，只要有资本运作，就能把一坨屎捧成一朵花，而你张扬没有资本也没有运作，所以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退出比赛，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崔志远开出了条件。张扬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崔老师，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会退赛的。这首歌我一定会唱，哪怕被封杀也在所不惜。崔志远脸色一沉：你确定？我确定。张扬斩钉截铁地说：好，很好。崔志远怒极反笑：那你就等着被封杀吧。张扬没再说什么，转身离开办公室，看着离去的背影，崔志远狠狠将手中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喂，王老师吗？我是崔志远啊，有个事想请您帮个忙。对，就是那个宋婉，想请您给他写首歌，价钱好商量，只要歌好，多少钱都行。电话那头，一个略显倨傲的声音响起：崔老师，不是我不帮，只是你也知道，写歌这种事是需要灵感的，我现在没什么灵感啊。这样吧，你让宋婉来找我聊聊，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火花。至于那个南浦的作品，就不用给我听了，10几分钟写出来的东西，能有什么水平？我怕脏了耳朵。行，那就先这样，让宋婉尽快联系我。挂断电话，崔志远脸上露出笑容。王立峰肯出手，这下稳了。王立峰是业内资深音乐人，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虽然近年来作品不多，但每一首都是精品，在业内地位极高，人脉也广。南浦啊南浦，你不是天才吗？崔志远喃喃自语，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天才能不能比得过王立峰。几天后，宋婉公寓，这歌真的能行吗？宋婉拿着歌词黛眉微蹙，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确定。放心吧，这可是王立峰老师的最新力作。崔志远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他出手还能有差，可是我总觉得宋婉欲言又止，心里总有一丝不安，觉得这首歌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别可是了。崔志远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呀就是想太多。王老师是什么人？那可是乐坛的泰斗级人物，他写的歌闭着眼睛都能火。再说这首歌可是花了重金求来的，光是定金就给了6位数。崔志远伸出一根手指，在宋婉面前晃了晃，这要是还赢不了，那可就真成笑话了。宋婉深吸口气，强压下心中不安。那我再练练，这就对了吗？崔志远满意地点点头，好好练，决赛的时候一定要惊艳全场。崔志远低头在宋婉额头上亲了一下，冠军一定是你的。对了，我打算在直播间唱这首歌。宋婉忽然说道，我想提前预热一下，看看网友们的反应。这个主意好。崔志远眼睛一亮，就这么办，我再帮你找几个圈内好友，给你站站台造造势。谢谢舅舅。宋婉甜甜一笑。几天后，宋婉身穿一袭白色长裙，笑容甜美的出现在镜头前。今天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新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直播间里涌入大批观众。婉婉今天好漂亮啊！新歌是王立峰老师写的那首吗？肯定是了，期待值拉满。宋婉对着镜头眨了眨眼睛，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今天我邀请了几位特别嘉宾来到直播间，他们都是我在音乐圈的前辈和好友，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到来。随着宋婉话语，直播间画面一分为几，出现了几位乐坛重量级人物的面孔。著名音乐制作人赵杰，金牌词曲人钱宇，资深歌手孙涛，每一个都是在音乐圈响当当的人物。大家好，我是赵杰，今天来给婉婉的新歌助阵。我是钱宇，婉婉的新歌非常好听，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是孙涛，婉婉的唱功越来越好了，这首歌一定能火。几位嘉宾的出现，瞬间将直播间气氛推向了高潮。卧槽，赵杰老师都来了，钱宇老师也来了，这排面也太大了吧！孙涛老师可是我偶像啊，没想到他竟然也来给宋婉站台。直播间人数不断攀升，很快就突破了100万大关。宋婉也没想到自己一场直播竟能引来这么多关注，就连你也因为官方推送进入了直播间。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唱这首新歌《春风十里》。宋婉深吸口气，点开了伴奏，舒缓前奏响起。宋婉闭上眼睛，开始轻声吟唱。春天的风轻轻拂过脸庞，像你的温柔萦绕在我身旁。歌声一如既往的甜美动人，几位嘉宾也纷纷点头表示赞赏。这首歌的旋律很抓耳，有流行的前置。赵杰点评道，歌词也很美，意境深远。王立峰老师的功力还是深厚啊。钱宇赞叹道，婉婉的唱功进步很大，这首歌的情感表达非常到位。孙涛也给出了很高评价，直播间里粉丝们也纷纷刷屏，好听，婉婉唱的太棒了，这首歌一定会火的，婉婉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然而除了这些赞美之声，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歌还行吧，但感觉没啥新意。同一楼上，旋律有点老套，歌词也一般般，跟南浦那首比差远了。就是南浦那首歌才是真好听，这首也就那样吧，你们懂什么？这可是王立峰老师的作品，比南浦那个强多了。直播间里，两派观众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曲唱罢，宋婉迫不及待地问道，各位老师，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非常好。赵杰竖起了大拇指，婉婉，你很有希望凭借这首歌拿下冠军，我也这么认为。钱宇附和道，这首歌的质量非常高，再加上婉婉你的演绎，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婉婉加油。孙涛鼓励道。听着几位前辈赞美，宋婉心里乐开了花，谢谢各位老师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然而网友们的反应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烈，直播间里各种评论都有，有人觉得这首歌好听，有人觉得一般般，还有人觉得不如南浦10分钟写的。宋婉看着这些评论，心里有些不舒服。这时一条弹幕引起了他的注意，南浦老师也在直播间。宋婉一愣，连忙在观众列表中寻找，果然看到了南浦名字，南浦老师也来了。宋婉笑着说，不知道老师觉得这首歌怎么样？你没想到自己会被点名，连忙打字回复，这首歌写得非常好，王老师的才华令人敬佩，比我写的那首强太多了。然而网友们却并不买账，南浦老师，你是不是被盗号了？这首歌跟你的像我这样的人比起来，简直就是一坨。就是南浦老师才是最棒的。
看着这些弹幕，你有些哭笑不得。没想到自己在网友们心中的地位竟然这么高，而宋婉则气得脸色铁青。她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竟然被这些人贬得一文不值。更让她生气的是，这些人竟还拿男谱来踩她，这让她感到无比屈辱。看着满屏吹捧，你心里没有半点波澜。这些网友也太能脑补了，之所以夸赞宋婉，只是不想给自己树敌，毕竟对方舅舅看起来还挺有能量，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给自己惹麻烦。感谢大家的厚爱，但我真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打完这行字，你迅速退出宋婉直播间。宋婉看着不断减少的在线人数，脸色越来越难看。原本以为有王丽峰老师的歌曲加持，再加上几位乐坛前辈的助阵，这场直播一定会大获成功。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男谱，几句话就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直播间人数从100多万跌到了不足50万，而且还在持续下降。这个男谱真是太可恶了！看着人气不断下滑，宋婉气得直跺脚，都是你干的好事。崔志远脸色阴沉，怒视宋婉，让你在直播间提他干什么？现在好了，人气都跑他那去了。宋婉紧咬嘴唇，眼中满是不甘。我只是想让他夸夸我。崔志远冷笑一声，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人家凭什么夸你？舅舅！宋婉眼眶泛红，那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赶紧下播。而此时，著名音乐人王丽峰也注意到了直播间动静，看着那些贬低自己作品、吹捧男谱的弹幕，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这届网友真是越来越没品位了。王丽峰不满地嘀咕着：“王老师，您消消气。”助理小声劝道：“这些网友就是跟风，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跟风？王丽峰冷哼一声：“我看他们就是嫉妒我的才华。”是，您说的对。助理连连点头。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王丽峰越想越气，不就是哗众取宠吗？谁还不能几分钟写首歌了？您是说？助理一愣，去给我开直播。王丽峰大手一挥，我去会这个男谱。助理不敢怠慢，连忙打开直播软件，调试好设备。王丽峰清了清嗓子，出现在镜头前。大家好，我是王丽峰。直播间瞬间涌入大批观众，这不是王丽峰老师吗？他怎么也开直播了？有好戏看了。王丽峰看着不断上涨的在线人数，心中得意。听说有人质疑我的创作能力，说我不如一个毛头小子。哟，这是要跟男谱杠上了？有好戏看了，快去男谱直播间，告诉他王丽峰来踢馆了。我承认男谱是有点开花。王丽峰顿了顿，但他那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我不认同。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创作。此时，你刚打开直播不久，人气已经突破了10万加。忽然一条连麦申请出现在直播间右下角，你一愣，点开一看，发现连麦的人竟然是王丽峰。王老师您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王丽峰语气不善，显然还对宋婉直播间的事情耿耿于怀。当然欢迎。你笑了笑，王老师有什么事吗？听说你写歌很快，我倒想见识见识你这个天才到底有几分本事。卧槽，王丽峰这是要跟男谱老师 battle， 有好戏看了。直播间里网友们瞬间兴奋起来。王老师说笑了，我那点本事在你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你谦虚道，少废话。王丽峰不耐烦地打断，你就说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吧。你有些犹豫，怎么怕了？王丽峰冷笑一声，不是号称天才吗？连这点胆量都没有。你其实并不在意跟谁比试，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状况。通过这段时间的创作，你已经解锁了不少歌曲，每解锁一首都能获得不少影响力用来兑换寿命，也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在逐渐好转。所以对你来说，跟谁写歌都一样，只要能解锁歌曲就行。既然王老师这么有兴致，那我就献丑了。你见状也不再推辞，这还差不多。王丽峰轻蔑一笑，说吧，怎么比？就比谁写歌快吧。你想了想说，10分钟之内，谁写出来的歌质量高谁就赢。一言为定，王丽峰一口答应下来。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忽然说道，什么条件？我需要一个故事作为创作的灵感。你解释。故事？王丽峰皱了皱眉，这算什么条件？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镇定，但内心其实并没有十足把握。毕竟10分钟时间实在太短了，必须尽快想出一个好的旋律、好的歌词，否则一旦输给男谱，那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搁了。两人 battle 的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整个网络，无数网友涌入男谱的直播间，想要见证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决。天才少年与老牌音乐人的巅峰对决，吸引了无数目光，甚至就连宋婉和崔志远也悄悄进入了男谱直播间。这个男谱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跟王丽峰比试。宋婉看着屏幕上的男谱，不屑地撇了撇嘴，自取其辱。崔志远冷笑一声，王丽峰是什么人？那可是乐坛的常青树，岂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比的？两人都觉得男谱再有天赋，但在资深老牌音乐人面前还是不够看。王丽峰可是业内公认的创作大师，岂是男谱能比的？而在工人体育馆彩排现场，周毅、薛之焕、陈芋汐等人也被助理告知了这件事。什么？男谱要跟王丽峰比试写歌？薛之焕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这可有意思了，快去看看。几人也不彩排了，招呼所有人来到后台会议室，用大屏幕进入了男谱直播间。这王丽峰也太不要脸了吧，竟跟一个后辈比试。薛之焕看着屏幕上的王丽峰，不满地说，这可不像是他的风格。周毅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忽然想到什么，走到一旁拨通了一个电话。喂，周毅。电话里传来熟悉声音，让周毅精神一振。菲姐，是我。他连忙应声，语气中带着几分尊敬。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孙菲菲声音柔和，却透着一股子疏离，毕竟她已多年不问乐坛之事，与这位昔日后辈的联系也仅限于逢年过节的问候。我听说您最近在找人写歌。周毅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的问，是有这么回事？孙菲菲并未否认。怎么，你有兴趣？我可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周毅笑了笑，不过我这儿倒是有个人选，或许能让您满意。孙菲菲来了兴致，谁啊？男谱。孙菲菲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她已许久不关注乐坛，对这个名字自然陌生的很。您可能不知道他是个新人，但非常有才华。周毅解释道，他现在正在直播，和王丽峰比试写歌呢。和王丽峰比试？孙菲菲更惊讶了，这年轻人有点意思，您去看看就知道了。他写歌的方式很特别，需要听别人的故事才能激发灵感。
故事。孙菲菲沉吟片刻，我去看看。挂断电话，打开直播软件，找到了南浦的直播间。这小子长得还挺帅。看着屏幕上那个略显苍白的少年，孙菲菲自言自语。此时的直播间早已炸开了锅。卧槽，孙菲菲竟然来了！天呐，我没看错吧？真的是菲姐。菲姐怎么会来这里？难道她也是南浦的粉丝？看着满屏弹幕，孙菲菲心中更多几分好奇。几十万在线人数，这个南浦竟能让这么多网友追捧，而且还敢跟王立峰比试写歌，他倒要看看这个能让周易如此推崇的年轻人究竟有什么本事。与此同时，王立峰也看到了孙菲菲进入直播间的提示，心中一动，连忙打字：菲姐也来了，要不我给你也写一首。孙菲菲在乐坛的地位无人能及，如果能让她唱自己写的歌，那自己的身价必定水涨船高。然而孙菲菲只是淡淡的回复：谢谢王老师，不过不用了。看着回复，王立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直播间里网友们也纷纷嘲讽：哈哈，王立峰吃瘪了，菲姐霸气，根本不鸟他。王立峰还是省省吧，别自取其辱了。看着这些弹幕，王立峰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孙菲菲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就是唱了几首破歌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这些网友一个个都瞎了眼，强压下心中怒火，他继续构思自己的歌曲。而此时你也收到了孙菲菲私信：南浦老师你好，我是孙菲菲，我有一个故事，不知道能不能作为你创作的灵感。你看着孙菲菲的私信，有些意外，这位乐坛天后竟然会主动联系自己。当然可以，您请说。孙菲菲迟疑了片刻，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是一段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爱情的故事。故事讲完，你久久没有回复。孙菲菲有些忐忑，不知道自己的故事能不能打动这位年轻的音乐人。谢谢您的故事，我已经有灵感了。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在你脑海中响起：恭喜宿主解锁歌曲《千千阙歌》，恭喜宿主解锁歌曲《传奇》2首歌。你心头一喜却并未表露，为避免过于惊世骇俗，并没第一时间搞定2首歌，而是装模作样的苦思冥想，还时不时看一眼屏幕上的王立峰。只见对方抓耳挠腮，冷汗直流，似乎创作的十分艰难。这老头不会真写不出来吧？那样可就没意思了。时间1分1秒过去，网友们也逐渐提起了心脏。我怎么感觉比我自己考试还紧张？我也是，手心都出汗了。这可是10分钟现场创作啊，而且还是跟王立峰这种老牌音乐人比，压力太大了。又是老牌音乐人，又是天后，南浦老师哪见过这么大阵仗？估计这会儿脑子都一片空白了吧？收回目光，你看了眼手机时间，10分钟了，也该开始干活了。直播间里无数网友见原本左瞄右看、闲庭信步的南浦，忽然开始噼里啪啦敲击键盘，瞬间打起了精神。开始了，开始了！南浦老师开始写了。卧槽，这手速得单身多少年才能练出来啊？这可比王立峰快多了，不愧是天才。你们看王立峰还在那抓耳挠腮呢，估计还没想好怎么写呢。哈哈，王立峰这下知道什么叫天才了吧？别高兴太早，写得快不一定写得好，还得看质量。看到已经行动的南浦，王立峰内心也十分焦急，现在还没有半点头绪，怎么办？要输了。这时他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之前给个歌手写过一首歌，那首歌他很满意，只不过这么久过去，对方并没有发表，或许可以拿来凑个数，先保住面子要紧，大不了到时再免费给那人写一首。他的歌可不便宜，相信对方一定会同意。于是10分钟后，王立峰率先拿出成品，并公示给网友们阅览。卧槽，王立峰这么快就写好了，不愧是老牌音乐人，这速度也太快了吧！绝大多数网友看不懂乐谱，但光看歌词就知道王立峰写的这首歌特别有水准，这歌词写的真好，一看就是王立峰的风格。是啊，这水平不愧是乐坛的常青树。有网友起哄让孙菲菲演唱一下，他们好饱个耳福。孙菲菲原本没打算唱，可看到歌词后觉得也挺不错，就试着唱了几句。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刚一开口，网友们就陶醉了。卧槽，菲姐一开口我就跪了，太好听了，耳朵都要怀孕了。这首歌也写得太好了吧，跟菲姐的声音简直就是绝配。绝大多数网友开始担忧起南浦，这首歌质量太高了，南浦老师想赢很难，还是太年轻了，不该跟王立峰比的。南浦老师，你可千万要顶住压力啊！直播间里，网友们议论纷纷，都为南浦捏了把汗。王老师这首歌的确不错。孙菲菲给了王立峰一个肯定，听到夸奖，王立峰心中得意至极。南浦，你的歌呢？写好了没有？王立峰语气中带着些许轻蔑，显然已经胜券在握。差不多了，你淡淡回了一句，将自己写好的歌也发到了公屏上。南浦老师终于写好了，快让我看看写的怎么样。网友们顿时来了精神，纷纷看向屏幕，只见屏幕上赫然写着2个歌名：《千千阙歌》、《传奇》。卧槽，2首！南浦老师竟然写了2首歌，10分钟写2首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直播间里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被南浦的操作震惊了。虽说过去了20分钟，2首歌似乎很正常，可最开始那10分钟，南浦什么也没做，也就是说，他的创作速度实际上是王立峰的2倍，这尼玛还是人类的速度吗？王立峰也傻眼了，怎么也没想到南浦竟然写了2首歌，这小子还是人吗？孙菲菲也愣住了，看着屏幕上的歌名，眼中满是不可思议。10分钟2首歌，这南浦到底是什么怪物？菲姐，您要不要也唱一下南浦老师的歌？有网友小心翼翼地问道。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沉默片刻。孙菲菲缓缓开口：好，我试试。先看向《千千阙歌》的歌词，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只看了一眼，便被这歌词深深吸引。这歌词写得太美了，轻轻哼唱起来，声音婉转动人，如泣如诉。直播间里所有人沉醉在歌声中，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简直就是为菲姐量身定做的。南浦老师好厉害，竟然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这首歌叫《千千阙歌》，名字也太美了，一曲唱罢，孙菲菲眼中异彩连连，这首歌简直就是为她量身打造。又看向另一首歌《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这歌词更绝了，孙菲菲忍不住再次哼唱起来。
声音空灵缥缈，宛若天籁。直播间里，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卧槽，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这歌词简直绝了！南普老师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太厉害了！南普老师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这2首歌，随便拿出一首都能吊打王丽峰的那首。唱完2首歌，孙菲菲久久没有说话，她被这2首歌彻底震撼了。这2首歌质量简直高得吓人，无论歌词还是旋律，都堪称完美。毫不怀疑，这2首中任何一首都有成为经典的潜质。而这样2首歌，竟然是他短短10分钟内写出来的，这简直就是奇迹！他看向屏幕上的你，眼中满是欣赏。这个年轻人太有才华了，南普老师，这2首歌能不能卖给我？你一愣，随即摇头。这2首歌本来就是根据您的故事创作的，送给您了。如果没有孙菲菲的故事，这2首歌能否解锁，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首歌本就属于孙菲菲。当然，这些话你不会说出来，毕竟系统的存在太过匪夷所思，说出来也没人信。更何况，你现在还指望着用影响力兑换寿命呢？送给我。孙菲菲显然没料到你会这么说，这2首歌的质量她再清楚不过，如果拿出去卖，绝对能卖出一个天价。可她竟然要送给他，这年轻人有意思。是的，你点头。如果没有您的故事，我也写不出这2首歌。这番话在孙菲菲听来却是你的自谦之词。她见过太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像你这般才华横溢却又如此谦逊的实属罕见，这让她对你更多了几分好感。如果是别人，无论如何都会付钱，否则宁可不要。但你的清澈眼神以及谦逊态度让她不忍拒绝，更何况这2首歌她是真的喜欢。好，那我就收下了。孙菲菲点头。不过我孙菲菲从不占人便宜，这个人情我记下了，人情可比金钱要金贵得多，尤其是她孙菲菲的人情。您客气了。你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孙菲菲能这么说，已经是最大的认可，能用这2首歌换来她的人情已经很值了。毕竟孙菲菲在乐坛的地位有目共睹。直播间里网友们再次沸腾。卧槽，南普老师竟然把这2首歌送给了菲姐，这也太大方了吧！这2首歌随便一首都能卖出天价啊！直播间里热闹非凡，所有人都被你的大方和才华所折服。而此时躲在屏幕后的崔志远感觉心口一阵拥堵，花了6位数买的歌，还不如免费写的，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傻子，被人耍得团团转。再看看一旁宋婉，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南普人气越来越高，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个南普真是太可恶了。宋婉咬牙切齿地问：“舅舅，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先看看情况再说。”这时直播间内一条弹幕如平地惊雷，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目光。王丽峰，你还要脸吗？这首歌明明是我半年前花60万买的，你现在拿出来算怎么回事 ？ID 名为音乐人程杰的用户愤怒质问：“程杰，这名字有点耳熟啊！”卧槽，我想起来了，程杰不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创作型歌手吗？他竟然说这首歌是王丽峰半年前写给他的，瓜有点大啊！王丽峰这是翻车了。直播间里网友们瞬间沸腾。程杰是乐坛颇有名气的创作型歌手，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嗓音，赢得了一大批粉丝喜爱。他的出现无疑给这场闹剧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王丽峰脸色煞白，额头上渗出细密汗珠，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时情急之下，竟然会犯下如此低级错误。更让没想到的是，程杰竟会潜伏在直播间里，这下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原本想打压南普挽回颜面，现在不仅目的没达成，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程杰，你听我解释。王丽峰结结巴巴，试图挽回局面。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拿别人的歌来装逼，真是丢人现眼。王丽峰滚出乐坛，网友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王丽峰：“这首歌确实是我之前写给你的，但你不是一直没用吗？我以为你不要了。”王丽峰越说越心虚，声音也越来越小：“我不要了，我花60万买的歌，我会不要。”王丽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你不就是想打压后辈，给自己脸上贴金吗？这首歌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咱们法庭上见。王丽峰面如死灰，这次是真栽了。如果程杰起诉，那他不仅要赔偿对方损失，还会面临身败名裂的风险。程杰，咱们有话好商量，别闹到法庭上。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我给你1天时间，把这首歌的赔偿金准备好，否则你就等着收律师函吧。说完，程杰直接退出直播间。直播间里一片哗然，王丽峰这下彻底凉了，活该，谁让他装逼的？南普老师才是真牛逼，10分钟写2首歌，而且质量还这么高。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南普老师 YYDS， 网友们纷纷调转枪头，开始吹捧南普。看着满屏的嘲讽和谩骂，王丽峰心中悔恨交加，自己这次是真的完了。如果时间能倒流，他绝对不会选择跟南普比试，不仅输了比赛，还得罪程杰，甚至有可能断送自己的前途。关直播，王丽峰声音颤抖，对助理说道。助理也吓坏了，连忙下播。另一边你也关掉直播，看了眼系统面板，姓名南普，当前寿命70天，已获得影响力13万5千，70天还是太少了。这次直播获得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难道是因为最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频率太高，导致听众的阈值升高，影响力下降？你猜测，所谓的影响力应该指的是新增听众，如果一直是同一批听众反复听自己的歌，那么影响力就会逐渐降低，甚至消失。看来自己需要一个冷却期来重置这种阈值。想到这里，你决定这段时间先不开直播，也好让自己从高强度的创作状态中抽离出来，好好休息休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你可不想歌还没写完人就先没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你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偶尔也会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许是有人刻意压热搜的原因，直播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网上掀起太大浪花，只有少数吃瓜网友根据直播切片顺藤摸瓜找到你的直播账号，却发现你再也没有开播。
这让那些期待着你继续创作的网友们感到失望不已。网上关于南普的讨论逐渐平息。又过了几天，有消息爆出，著名音乐制作人王立峰被歌手程洁起诉。这条新闻并没有掀起太大浪花，广大吃瓜网友也并不在乎，俩人究竟因何闹到对簿公堂？因为此刻所有人都被另一条新闻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天后孙菲菲竟然决定退役，并将举办一场答谢歌迷粉丝的告别演唱会。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粉丝们早就听说孙菲菲有退圈的念头，只不过碍于没有好作品，给自己的歌手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因此这些年来一直处于半隐退状态。现在公开宣布要隐退，想必是有了让他满意的作品。顺着这条线索，粉丝们发现了孙菲菲在直播间演唱《千千阙歌》跟传奇的零碎片段，也是因此，南普的名字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所有人都好奇，南普究竟哪来那么多灵感，接连写出如此多的优秀作品？但你这段时间的销声匿迹，也在部分网友看来是江郎才尽的表现。而此时的你正躺在病床上，享受着难得的宁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身上，给苍白脸庞镀上了一层淡淡金灰。乐坛风云变幻，热点轮番上演。这几天，孙菲菲退隐的消息如飓风般席卷网络。与此同时，首都机场，一位身材高挑、气质出众的女子正款款走出。她身穿一袭黑色长裙，勾勒出曼妙身姿，长发披肩衬得肌肤胜雪，精致五官在墨镜的遮挡下更显神秘。英姐您慢点，助理小跑着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大包小包。林诗音轻轻应了一声，步履不停。您这次回来是有什么特别安排吗？没有，就是想休息几天。那您怎么还把工作用的手机也带回来？助理指了指林诗音手中的手机，习惯了，淡淡回了一句，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手机屏页。最近这段时间，网上都是关于孙菲菲退役以及告别演唱会的消息，这让林诗音心中很是不爽。论实力论人气，她自认不输孙菲菲，凭什么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老女人身上？英姐，要我说您就是太低调了。经纪人李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您要是也搞个什么演唱会，风头绝对盖过孙菲菲。你以为我不想？林诗音撇了撇嘴，可我现在去哪儿找一首能让所有人闭嘴的歌？这还不简单，孙菲菲不是找那个南普写歌吗？您也可以找他。南普？林诗音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那个10分钟写了2首歌的南普？对啊，现在网上都说他是百年难遇的音乐天才，您要是能让他给你写首歌，那还不是分分钟上热搜？这倒是个办法。林诗音沉吟片刻，可我跟他又不熟，他凭什么给我写歌？以你的身份地位，找他写歌是他的荣幸，更何况咱们又不是不付钱。这倒也是。挂断电话，林诗音打开手机，发现粉丝们都在评论区称赞他没天后价了。他得意地笑了笑，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很快一条消息便发送了出去。南普，听说你写歌很快，有没有兴趣帮我写一首？消息一经发出，立刻引来无数网友围观。卧槽，林诗音竟然主动跟南普约歌了，这可是天后啊！南普这下赚大了。林诗音这是要跟孙菲菲打擂台吗？而此时你正与主治医师进行着一场拉锯战，这都多少天了还不能出院？病房里你皱着眉头，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烦，都快闷死了。这时陈芋汐急匆匆地走进病房，费用问题你不用担心，安心治疗就好。他以为你是因为费用问题才急着出院，你想解释一下，却被陈芋汐打断。等康复那天，你想去哪我都陪你。这时手机突然响起，陈芋汐点开一看，是条某博消息。新晋天后林诗音想跟南普约歌。陈芋汐看着屏幕上的文字，眉头微蹙，接着把手机递给了你怎么看？接过手机，看着林诗音的某博内容，你眉头紧锁。南普，听说你写歌很快，有没有兴趣帮我写一首？高高在上的语气让你很不舒服。这林诗音你听说过？乐坛新晋小天后，据说风头正盛，已经隐隐有盖过孙菲菲的趋势。最近网上到处都是关于她的新闻，不过这语气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吧？你怎么想？陈芋汐问。没想法，你把手机还给陈芋汐，帮我回她吧。就说我的规矩，让她分享一个真实故事，否则免谈。陈芋汐点点头，她也觉得林诗音的态度让人很不舒服。纤细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击。不好意思，南普写歌需要听真实故事，如果您能提供，他很乐意为您创作。林诗音看着手机屏幕，差点把手机捏爆。岂有此理，他竟敢拒绝我！他林诗音乐坛新晋天后，坐拥粉丝千万，随便发条某博都能引爆热搜的存在。平时都是别人求着他写歌，什么时候轮到他主动约歌，还被人拒绝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分享故事，有什么资格听我的故事？林诗音越想越气，精致的五官都扭曲了。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他靠的可不仅仅是实力，那些见不得光的往事，那些隐藏在华丽外表下的肮脏交易，随便拎出来一件，都足以让他身败名裂。这些秘密怎么可能分享给一个陌生人？不识抬举的东西！林诗音恶狠狠地骂道，将手机丢给助理，旋即换上一副笑脸，跟接机的粉丝打招呼。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很快，关于南普拒绝林诗音约歌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开，营销号们如同闻到腥味的猫，蜂拥而至，各种抹黑南普的言论铺天盖地而来。狂妄自大，新人南普拒绝天后林诗音约歌。这些营销号将你描述成一个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为了炒作不择手段的小人，甚至还有人翻出你之前与王丽峰的恩怨，称你是乐坛毒瘤，应该被封杀。一时间，你在网上的风评急转直下，许多原本支持你的网友也开始动摇。只不过这些言论你根本没放在心上。此刻你斜靠在床上，看着陈芋汐笨拙的削苹果，果皮疙疙瘩瘩，坑坑洼洼，眼瞅着一个苹果快被他削没了。你几次想说自己来，可陈芋汐却像个固执的孩子，非要亲力亲为，无奈你只好放弃。陈芋汐将果肉递给你，脸上带着几分邀功神色，你接过咬了一口，酸甜汁水在口中迸开，味道还不错，但你这技术还得练啊。你打趣道。陈芋汐白了你一眼，拿起手机刷起了抖音，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拍了拍你手背，把屏幕转向你，你这才注意到歌手公布了决赛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比拼粉丝数量，可以自己办演唱会，也可以受邀参加别人的演唱会，谁的现场观众多，谁就获得冠军。这崔志远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为了保送宋婉夺冠，这种招数都想得出来，真是够无耻的。张扬一个毫无背景的追梦人，怎么可能跟有资本撑腰的宋婉比？只要崔志远愿意，哪怕是花钱雇人，也能给宋婉凑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唱会。可张扬呢？他拿什么跟宋婉争？这时陈芋汐手机响了，接听后脸色变得有些黯然。张扬要回老家了，他说很感谢你，那首像我这样的人他很喜欢，只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他还说以后有机会欢迎你去他老家川府做客。你沉默了，能听出张扬话语中的无奈和不甘。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这种滋味肯定很不好受。片刻后，你开口问道：周毅和薛之焕他们不是要开演唱会吗？能不能邀请张扬做驻唱嘉宾？陈芋汐犹豫了一下，恐怕不行。崔志远那边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崔志远铁了心要保宋婉夺冠，张扬不放弃比赛，很难有出头之日。你笑了笑，不试试怎么知道？尽管张扬夺冠希望很渺茫，但你还是想试一试，不仅仅是为张扬，更是为了自己。舞台上能获得的影响力，可比直播强多了。你不想看到张扬的梦想因为资本的介入而破碎，更何况你也需要影响力，海量的影响力，这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现在故事也听了，歌也写了，到了收获的时候，张扬却要放弃，你绝不允许这种局面出现，就算是抬，也要把张扬抬到演唱会上。陈芋汐想了想，还是再次拨通张扬的电话。张扬，你现在方便说话吗？电话那头，张扬的声音有些低沉，方便你说吧。南普老师说，他想邀请你参加周毅和薛之焕的演唱会，让你在演唱会上唱那首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吗？张扬声音陡然提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激动。南普老师真的这么说过？他亲口说的。陈芋汐笑了笑，你愿意吗？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张扬的声音都在颤抖。谢谢，谢谢南普老师，谢谢希姐。挂断电话，你有些诧异地看着陈芋汐，这么大的事，你不先问问周毅和薛之焕他们吗？陈芋汐微微一愣，眼神闪过些许慌乱。这些天他和你相处时间久了，竟有些忘了，这场演唱会本就是为你而办，周毅和薛之焕又怎么会拒绝你的要求呢？只是这个秘密周毅让他先瞒着你，暂时还不能告诉你，该怎么解释呢？对了，就说自己忘了，反正以周毅和薛之焕的性格，也不会拒绝张扬的加入。想到这里，陈芋汐笑了笑，我这不是一着急就给忘了吗？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你放心，他们人很好的，一定会答应的。说完，他转身走到一旁，拨通了周毅电话。时间转瞬即逝，转眼便到了演唱会这天。首都工人体育馆外人潮汹涌，热闹非凡，歌迷们举着灯牌，挥舞着荧光棒，脸上写满了期待。而在同一城市的另一端，五棵松体育馆外同样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两场演唱会几乎同时开始，这在乐坛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后台休息室内，崔志远刚刚结束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转过身，看着已经穿戴整齐准备登台的宋婉，满意地点了点头。婉婉，今天之后你就是新晋小天后了，还是舅舅对我好？宋婉在崔志远脸上亲了一下，等我拿了冠军，一定好好感谢你。傻丫头，跟我还客气什么？崔志远笑了笑，透过窗户看向楼下密密麻麻的人群，看到这些人了吗？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为了确保宋婉顺利夺冠，他可是下了血本了，不仅请来了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还花钱雇了上万名观众，光是门票就送出去一大半。不过只要能让宋婉拿下冠军，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过后，宋婉就会成为新晋小天后，而她也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舅舅，你说张扬那边会有多少人去看他的演唱会？崔志远不屑地撇了撇嘴，他拿什么跟你比？就凭那个男仆写的一首歌，我可是请来了半个娱乐圈的人来给你站台，这么多绿叶，就为了衬托你这一朵红花。宋婉甜甜一笑，等我成了天后，一定让所有人都知道您的好。哈哈，还是婉婉懂事。崔志远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得意。不过宋婉话锋一转，脸上露出几分担忧。那个男仆最近这段时间虽然没动静，他能翻出什么浪花？崔志远打断宋婉，在资本面前，才华一文不值，难不成他还能把另外半个娱乐圈的人都请去开演唱会？他要有这本事，我崔志远3个字倒过来写。宋婉被这话说的一愣，随即也笑了。舅舅说的对，是我多虑了。拿起手机，想看看网上关于演唱会的消息。这一看，脸上笑容顿时僵住了。怎么了？崔志远察觉到宋婉异样，问道。男仆他还真叫来了半个娱乐圈。宋婉声音发颤，把手机递给崔志远。崔志远接过手机，只见屏幕上赫然是周毅和薛之焕的某博，两人几乎同时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布了回响演唱会的嘉宾名单。除了一众当红歌手影星，几位老牌天王天后竟也赫然在列。更让人震惊的是，即将退隐的孙菲菲竟然也出现在名单中。除此之外，还有与宋婉争夺歌手冠军的张扬，而在名单最后还写着一行小字：本次演唱会因男仆而办。这怎么可能？崔志远瞪大眼睛，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你竟能请来这么多大咖为你站台。舅舅，我们现在怎么办？宋婉声音带着哭腔。别慌。崔志远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就算他请来了半个娱乐圈的人，也不一定能赢。我们还有林诗音，只要林诗音的粉丝到场，我们就还有机会。可是宋婉还是有些不放心。没有可是。崔志远打断他的话，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放手一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好状态，拿出最好的表现。只要在舞台上彻底征服观众，我们就还有翻盘的希望。